这是江西最大的无人村，上百栋老屋依山而建，2条溪流绕村缓缓流淌，环境清幽雅致，宛如一处被尘世遗忘的世外桃源。古村已有800年历史，村内明清古建筑至今保存完好，世代在此生活的村民还是北宋名臣王安石的后人。可就在10多年前，全村人集体搬离，整座村落彻底人去楼空，曾经热闹喧嚣的家园只剩草木与老屋相伴。他们为何要抛弃世代居住的故土？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阿乐。今天我来到江西福州的丑溪古村，这是一个有800年历史的古村落。住在这里的村民，他们全是王安石的后裔，但是现在呢，已经空无一人，他们全部搬离这里了。但是这里面还留着很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。现在呢，我就带大家到村子里面去转一转。现在我就是在村子的村口啊，它这里呢，车子是能直接开到这个位置的。哇，这里有一棵很大的树啊，这棵树呢是枫树啊，古枫树。现在这个村子呢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，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人村了。我听到了很大的流水声啊，它这个村庄的中间啊，有一条溪流从上面流下来的，太舒服了。这里是不缺水的，这里还有一座桥。我们从这边过去吧，先看看这边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祠堂，可能就是以前他们家的鱼塘，应该是这户人家的。上面这户人家呢，房子都已经塌掉了。他这些房子呢，是靠泥土夯筑而成的。我们继续往上面走。我们看这里，好有意思呀！它的水从这里流出来，这里应该是养牲畜的地方啊。这些村庄的两侧呢，都是这些石头垒起来的。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户人家，房子都已经快塌掉了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这已经是危楼了。我们先从这里过去，然后这边是王氏大东祠。这座建筑呢，它最开始始建于明代，在清朝的时候翻修过。它是一个3门4柱，然后5层10排方式门楼。非常的漂亮哦，上面呢还有2个字啊，追远，而且有很多雕刻，鳌鱼、玉龙门，有一些人物、鸟、花卉的图案。你们看古人的手艺真的是太精湛了哦。这边门呢是打开的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哦呦，这里面好大呀！它的正中间呢有一个天井，这里面怎么感觉有什么味道啊？应该是这些木头柱子发霉的味道啊！你们看以前的住处都是有雕刻的，很漂亮。这边呢已经损毁了。哎呦，你们看这上面，这些都是有雕刻的。好漂亮啊！这些横梁特别大，古人的手艺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你看这种雕刻，现在一般人是雕不出来的，纯手工打造的。这牌匾是后来挂的。怎么在叫啊？哇，这上面有很多蝙蝠吊挂在上面的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声音在叫。我们就不进去了。
你们看地上全是蝙蝠的粪便。哎呦，这里面呢有一些是后来翻修过的，能看出来很新啊。但是这些木板呢，就是以前留下来的。这些木头柱子也是啊，几百年了。它这里是有3道门的，中间这里是正门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上面的村子去转一圈啊。这个地方呢，虽然说现在是无人村了，但是这个风景呢，真的是绝了，蓝天白云，后面就是大山。主要是村庄的中间啊，有一条溪流。这间房子好漂亮啊！但是它呢也比较特别啊，它是一个圆形的，挺有意思的啊。真的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啊，真的特别的舒服。哦，王子中私宅，我们看看，哇，你们看他家的门口这个位置，这些雕刻。这也是砖雕啊，这太阳有点反光，我们靠里面一点。我的天呐，以前绝对是大户人家。上面还有4个字啊，宜来辋川。我把这个运动相机啊升上去看一看啊，这雕刻真的是太牛了。你们看，栩栩如生啊！哎呦！不得了啊，不得了，绝对是大户人家。我们看看这里面，哎呦，全是以前的老房子啊，纯木质的。它边上是砖头砌的，里面是全是木头，但是都已经东倒西歪了，快要坍塌了。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进去了，要不然一不小心，这一塌下来就不好了。我们从对面过去看看，它这边还有一道门，我们来看看。这里面呢也是杂草丛生了。哎，这一棵是葡萄树吗？好像是野葡萄，它就在屋檐上掉下来的。里面还有一个风机啊，农用工具，用来吹稻谷的壳。哎呦，大户人家这一户是。你们看，他们以前这些地方全是条石铺的路啊，因为下面呢就是一条溪流嘛。这边这户人家保存的还算是比较完好啊，2层的。我们进来看一看。你好，没人到。哎呦，进来之后，这里有一个躺椅啊，还有很多盘子碗，还有一个线团。边上呢还有衣服啊，都没有拿走。这里还有一张竹榻。这里还有保温瓶哦，你们看这碗里面，它居然有水，不会是下大雨的时候从上面给它漏下来的吧？也有可能哦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斗，这个应该是用来打稻谷的哦。我们看看这后面，哎呦，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泥土啊？从哪里来的？这里还有楼梯了，可以上2楼，但是我们就不上了，这个地方很危险。这里面也是有一个风机，我们出去吧。你们看这里有个啥？有人知道这是啥吗？这个是秤砣。
我们从这边上去吧，它有2条路，这个村子呢，一会儿从对面下来，我们走一圈吧，围绕这个村子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吹风的时候，上面的木板在响动，所以说这些房子呢，我们尽量不要进去啊，除非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，我们再进去。它这间屋子呢比较特别啊，它是建在溪流上面的。但是已经塌掉了。每家每户都有这个风机。这个地方要是没有荒废的时候啊，走在这里面绝对会特别的舒服啊，因为现在是杂草丛生嘛，已经没有人住了。哎呦！这些全是石头啊，搭起来的。你们看这户人家，他也是把房子啊建在这个溪流之上，挺有意思的啊。在这里睡觉呢，他都能听到潺潺的溪流水声。这里应该是厨房，到处都是杂草丛生。哎呦！这边也是有一户人家，我们不进去了，这里草太深了，我在那怕有辣条。这里是啥？这里是贮存堂，干嘛的呀？这应该也是类似宗祠吧。这一间呢保存的比较完好。哦，这里面也是宗祠。它这个地方有很多宗祠啊，有好几间。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宗祠啊？我们看这户人家，这房子上啊全是藤蔓。哎呦，这就是人类消失后的样子啊！这个地方才废弃10多年吧，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全塌了这里。哎呦，你们看这些全是石柱哦。这里有一根很大的石柱。好，现在我们从这里横着过去。我们看看这里面，这里面好像也是宗祠哎。哎，这个地方，他们不都是全部姓王吗？为什么要建这么多宗祠呢？好奇怪哦。这里面呢也是空空如也啊。这里也是有天井。哇，你们看这上面漂不漂亮？太牛了啊！那个黑色的就是以前留下来的，有点发白发黄的，就是后来修复的。以前留下来这些建筑呢，已经被熏得很黑了。我们出去吧。这是池塘哦，这里面是有水的，看着是不是像草地一样的？这里面是水。我找不到，这里有石头啊，有石头我丢一下给你们看。看着感觉像平地一样的，一不小心掉进去就完蛋了。它这里是还可以上去的，上面呢也是有几间房子，我们就不去看了，因为都是已经废弃了，我们就从这里走下去吧。因为这里的房子真的是太多了啊。这里真的是太安静了，就我一个人，真的寂静的有点吓人。这里也是宗祠哎，这里面真的好多宗祠啊。
它这个村庄两边都有溪流，它左边一条，右边一条。这户人家还挺有意思的哟，这里放了一块板子。这间屋子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啊，我们进来看一看吧。你好，有人吗？废弃了，没人的。他们的衣服都没带走。这里还有一口缸，应该是空的吧？空的。这边是上2楼的，这里是堂屋啊。我们看这里面啊，哎呦，一片狼藉啊！这里还有电饭煲、衣柜啊，里面还挂着衣服了，还有一面镜子。你们看这里，这里有一张床，还挺精致的哦。你们看这些蝴蝶，挺漂亮的。它在干嘛呢？废弃了，全部废弃了。这间屋子呢，它也是建在溪流之上的哦。现在呢，我们又走到最开始这个地方来了。朋友们，这个村子喜不喜欢？太漂亮了，一个有800年历史的古村落，但是现在呢，空无一人。这里的村民呢，他们已经全部搬离了，已经搬走了10多年了。主要是预防地质灾害，因为这个村庄嘛，就在半山腰处，就怕涨大水的时候，上面有洪水冲刷下来。所以说现在呢，一个人都没有。走在这里面啊，说实话还挺吓人的。主要是吹大风的时候，它边上的一些房子呀，会有响动的声音。但是风景的确绝了，有山有水，太舒服了，这里空气又好。好，今天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